天，一位小伙出门倒垃圾，突然发现一台手机被扔到了垃圾桶中。小伙赶忙拿起来看了看，原来这个手机已经损坏了，背面不仅破损严重，并且还缺了一大块。将手机翻过来，更是惨不忍睹，屏幕基本已经完全碎裂了，但是看起来里面的零件都还在。小伙顿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如果能将其修复的话，那不是就会得到一部新手机吗？于是小伙急忙拿着手机找到了会修手机的磊磊。磊磊看到这个手机之后，先插上充电线，发现并没有电流反应，但是为了不让这个小伙失望，还是决定为他修复好。拿着手机来到工作台仔细观察一下，然后磊磊拿出了小铲刀，从玻璃后盖的破损处下手，将玻璃后盖和背板上交替割开，因为已经碎裂了，所以就不需要小心翼翼，很轻松就能把这个破损的后盖取下。然后拿出螺丝刀拧掉扣板上的螺丝，这样一来，扣板也就可以顺利的取出。打开扣板之后是一块主板，主板上下两端有很多连接排线，这连接排线可真是不少，但还是要一个一个的拔掉。拔完之后，接着取下主板。不幸运的是，这块主板有明显的断裂。像这样的情况，好多维修师傅都不愿意继续修下去了。但是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磊磊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，只见他左手拿着热风枪，右手拿着小铲刀，将主板上的 CPU 和硬盘全部撬下来，然后再把芯片上的多余的胶清理干净，接着再进行直吸球，最后将硬盘装回新的盘口。用镊子触碰硬盘有回弹动作，就说明安装好了。紧接着 CPU 也是同等操作手法。全部安装完成之后，将主板装入新的中框。磊磊果断地按下开机键，没想到屏幕真的顺利亮了起来，显示出了华为的标志。过了一会也顺利的开机了。磊磊试了一下触摸屏的情况，发现没有任何问题，这就意味着修复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了。看来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，果断关机，接着继续将中框上的一些小零件全部拆卸下来。首先是副板，然后是尾插连接排线，接着是扬声器、震动马达和听筒，当然也不能忘记。还有就是射频连接天线，最后就是电池了。全部拆卸完毕之后，就可以看到满满一大桌的零件，看起来非常让人头痛。从此也可以看出，修复手机是个需要细心的耐心的工作。接下来安装工作正式开始了。首先将震动马达装回新的中框，然后就是手机扬声器，接着是尾插连接排线，两边安装平整对齐，还有就是副板。最后就是听筒，左右对齐，拧上螺丝，零件全部安装完毕之后，就可以安装主板了。先在主板 CPU 位置打上不明液体，评论区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迷之操作吗？随后装入机壳压了压，又拿出了新的摄像头，同样与主板相连，然后磊磊将各式各样的排线全部插回主板，按照原本的线路走好。可能很多人已经猜到了下一步就是安装电池了，电池接触片也一并插在主板上，接着再撕掉摄像头保护贴，清理灰尘，扣上扣板，拧上螺丝。磊磊又拿出来新的后盖，撕掉后盖中的薄膜，对准手机边缘处按压上去，然后再撕掉后盖和屏幕上的保护膜，就得到了一个崭新的华为 P40 Pro 手机。再次果断按下开机键，手机也再次开机。没想到垃圾桶随意捡到的手机被磊磊就这样完美的修复了，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。